今天的主题是控水。如果不熟练控水的话，画水彩会很容易绑手绑脚。水彩因为水的关系，是一种随机性还有惊喜度都相对高的作画媒材。其实熟练的人可能都会在画水彩的时候有意料之外的状况。如果不熟练的话，会更难画出自己想要的效果。所以想要介绍给大家一个我觉得很好用的控水方法。首先提醒一下，水彩是很自由的。这支影片主要是分享一个能帮助我控水的逻辑，而不是硬性规定。我的目标是有晕染的边缘，但是不要晕染过头，太过于失控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先把水量分成5种程度。我没有去刻意的量水量，数字越大水量越多。1号没有加水，2号会多加一点水，3号会比2号再多一点水。可以看调色盘以及纸上的积水，来观察不同的水量。4号、5号也以此类推。反光多、更亮的代表水分多。现在多加一点颜料，与水调和，大约调成3号的水量。再调一个5号，也就是水多一点的，这样5号会冲散原本纸上的颜料。可以看到紫色一直往外扩散，有点像要把橘色赶走一样。我们再来测试一个，纸上同样是3号中等水量，下笔的是1号，是比3号更少的水量。这一笔几乎没有水，颜料是靠着纸上的3号水量而流动，因此紫色不会很夸张的乱跑，但边缘又能呈现自然的渐层，是我想要的效果。我们在目前的测试里可以得到一个结论，就是正要下笔的水量不要超过你已经在纸上的水量。如果要用一个小比喻来想象的话，应该可以想象成一个小水洼。如果下毛毛雨的话，小水洼里面的水虽然会有涟漪，但不会有太多的波澜。可是如果下了暴雨，小水洼本身的水可能会溢出来。所以不想要纸上的颜料扩散失控的话，那笔上的水就不要比纸上的水更多。我们也顺便实验一下，用1号几乎没有水量加5号最多水量会有什么效果？因为1号是几乎没有加水，所以底会很干。那下笔的水量很多，所以虽然它没有失控扩散，但是这么多的水量它没有办法到处流动，就会被困住，然后干掉的时候它周围会有水渍，而不是自然的晕染。5号跟5号的水量如果同时出现，两种颜色会一起流动晕染，可以作为铺底或者是风景画的远景，因为边缘模糊。另外一个更直接的方法是把调色盘立起来，观察水会不会往下流。如果水会往下流，水分很多，那它适合铺底。这时候如果再叠加一笔同样的水量，那就容易晕开，比较不适合画清晰的边缘或者结构。现在画的是底的水分多，会往下流，而笔上的是不会往下流的水分。如同前面说的，纸上水多，笔上水少的配合，颜料就不会乱跑。这样一来，又有自然的晕染，又有清晰的亮面、暗面，不会因为水分疯狂扩散而边界模糊，不清楚这个物体是什么。希望听到这里，我没有让大家越听越模糊。我再做一个总结，希望有助于大家记忆。刚刚说过，正要下笔的水量不要超过在纸上的水量，也就是纸上的水多，笔上的水少。纸湿笔干，有这样子的概念之后，在纸上多练习，就可以慢慢熟悉这种手感。当然，水彩是很自由的，只是先熟悉一个基本逻辑，之后想要怎么变化都没有问题。希望有帮助到大家，祝各位画得愉快，下一次再见。